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人生之路大结局，生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。央视热播剧《人生之路》剧中人物角色刻画遭到网友挑剔解读。对于剧中林巧珍纯真为爱不顾一切的性格，应该说在现代潮流思想中是不被认可的。而巧珍对高加林这种盲目的爱意，也是因为自身认识受限，但内心却想要寻求一个更高的高度，所以高加林这样一个文化知识分子对他有无比的吸引力。在当时80年代，高加林作为村里的有志青年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他立志要通过读书走出这一片陕北黄土地。一个有志青年对于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的纯真女子的吸引力的致命的。涉世之初，原生家庭的阻碍，父亲刘立本的短见让巧珍被迫早早辍学，帮着家里干活待嫁。但是巧珍却不甘于这样的生活，她对小妹巧玲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然就会像她一样没有自己的选择，只有读书才会有出路，才能有自己的未来。女子生来就要嫁人这句话，在80年代就好像一句咒语一样刻在这个农村家庭里。刘立本不仅剥夺了巧珍放眼看世界的权利，也差点剥夺妹妹巧玲走出大山的机会。好在高加林的一番话，让这个没什么远见的父亲放弃了让巧玲回家帮家里干活的想法。也正是因为早早辍学，偏偏又深知读书的重要性，所以巧珍对于高加林才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爱。她羡慕能够带领学生跳舞的黄亚萍，但也不会嫌弃烧火做完身上脏兮兮的自己。尽管她和高加林的恋爱不受父亲允许，但是她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，爱就是爱，轰轰烈烈，相比高加林的顾虑更加的坦然。也正是这样坚韧盲目的主见，让她在后来高加林离开这座大山以后，能够从这段失败的恋爱中走出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和与高加林的差距，淡然嫁给马栓。刘巧珍不是恋爱脑，她的那种爱就要大胆爱，可以付出一切，但是毫无可能的时候该放弃还是会放弃。成家，自我意识的选择。被高加林欺骗分开后，巧珍虽然经历了失魂落魄的阶段，虽然还爱着高加林，却也正视现状，接受了马栓的求婚。这无疑是她成长的一大步，结婚生子，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。生下女儿却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缺陷，要到上海去治疗，这也是她人生经历的第2难。夫妻2人在上海为了给女儿治病，一个当保姆，一个做苦力。但上天没有辜负善良的人，巧珍遇到了傅老太太，一个上海有钱老太太。女儿的第1次手术也顺利完成，但天不遂人愿，马栓出车祸死了。对巧珍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灾难。巧珍人生的第2大节点，与马栓结婚是她意志的选择。马栓的死也冲击着这个坚强的妇女。为了继续抚养女儿，治好女儿的病，刘巧珍也迎来了她人生第3个选择——立业。人生选择结果的显现。为了给女儿筹集医疗费用，巧珍接受傅老太的建议，贷款开了面馆。因为对傅老太的真心照料，傅老太死后把房产赠予了她，也因此和傅老太的儿女们因为傅老太的财产打上官司，最终法律还是站在正确的一方。刘巧珍的几次选择让她慢慢在上海走出一片天地，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或许她生来是农村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广阔的眼界，生得并不漂亮，配不上高加林。但是她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也遵循自己的选择，做一个勇敢、善良、坚强的人，也能活得漂亮。巧珍的人生之路，从涉世之初到成家直至立业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，但是结局还是好的。巧珍至少还能在上海得到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但现实中有多少人带着自己的想法随波逐流，慢慢的迷失在社会的这片大海里，再也找不回方向？生得漂亮只是表面，活得漂亮才是内在的修养和人生的体验。李沁在人生之路中的角色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以坚韧的意志和韧性的品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这个道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只有经历过人生中的波折和挑战，才能获得成长和进步。